好一招诱敌之计！你这是天生神力，在下佩服。啊？你听得懂我说话？啊？你问我手怎么伤的？哎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你嘴里叼的是什么呀？啊！这是蛇胆吧？哇，好腥啊！你让我把它吃了？也好，你可能是我临死前交到的最后一个朋友了。我听你的。雕兄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蛇胆真的？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莫非是刚才的雕兄把我背过来的？啊，雕兄！这些水果是给我吃的。啊！哎，不是很疼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雕兄啊，你刚才给我吃的那些蛇胆是帮助我运功疗伤用的，怪不得我刚才一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血气顺畅了很多呢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哈，这里又有石桌又有石凳，难道有人居住过？啊？于纵横江湖30余载，杀尽仇寇，败尽英雄，天下更无敌手，无可奈何，唯有隐居山林，以雕为友。呜呼！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成寂寥，难堪也。剑末，独孤求败。难道隐居在此的就是独孤求败？那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在哪里？难道他老人家已经埋骨于此？雕兄，独孤求败既然与你为友，那么算起来，我杨过只不过是你的晚辈。想当年，独孤求败他老人家，纵然死于深山，尚有你为其埋葬。可是我杨过呢，纵然死于闹市，恐怕也无人问津吧。
你带我来这里干嘛呀？你不会让我跳下去吧？虽然我现在是个残废，我又身中剧毒，但是我不想死啊！我还有大仇未报呢。你居然让我自尽啊！你说山下有东西啊？我现在就一只手啊！你让我这样爬下去啊？你太看得起我了吧！哼！雕兄，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会让你看不起我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我知道你对我好的吗？别打我啊！雕兄啊，要不是你逼我一把，打死我也不敢下来。啊！剑种，剑魔独孤求败，既无敌于天下，乃埋剑于此。呜呼！群雄束手，长剑空令，不亦悲乎？这位前辈傲视当世，独来独往。与我性子实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但说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我又如何可及？现今至于独臂，就算一时不死，也不过是个寻常武夫而已。不管这位老人家他生前如何英雄，光看这个剑种就知道气势逼人了。想必此人呢，一定是抱负非常，文武全才。可惜我生得晚了，无缘得见此老前辈。真是可惜了，我不能像当年的宫野长一样有听得懂鸟兽语言的本事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能从你雕兄的口中得知这位老前辈的英雄事迹了。对呀，独孤求败身怀绝世武功，一定留有什么剑谱啊、剑经啊藏在这里才对。这里叫剑种吗？难道下面有宝贝？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，弱冠前已至，与和硕群雄争锋。好剑！怪不得独孤前辈能以此剑技压群雄。此为软剑，30岁前所用，误伤意识不详，悔恨无已，乃弃之深谷。哦。所以这里少了一把剑。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40岁前持之，横行天下。啊！这么重啊！哇，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也不过如此了吧？雕兄啊，这把剑起码有70、80斤重啊！而且你看，两边全无剑锋，怎么用来杀敌呀？江湖上各门各派的剑术呢，都是以轻巧为主的。独孤前辈这把剑啊，打起架来实在太不占优势了，容易吃亏的。咦，这是一把木剑吗？40岁后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唉，独孤前辈的武功真是登峰造极，像我这种无名小辈，怎么跟他比呀？
好沉呐！雕兄啊，你要我使这把重剑啊？哼，哼，你。 雕兄，你让我吃蛇胆呢？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知己好友了，那你的一番美意，我又怎能拒绝呢？雕兄，你给我的蛇胆真是神奇。我吃了以后呢，平常气息不易走到的穴道都变得畅通无阻，体内的剧毒每次发作的时候也变得越来越轻。你这样3番5次的救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你责备的对，你出尘脱俗，又岂是施恩忘报之徒呢？是我杨过失言了。其实我杨过一生都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想到惨遭此劫之后。 能遇上雕兄你这位良朋知己，实在是老天爷对我不薄啊！雕兄啊，你不是要跟我比试吧？我是个无名小卒啊，你是前辈，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既然你那么有雅兴的话，那我杨过奉陪到底了。 这剑实在太沉了，什么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，根本就使不上嘛！雕兄啊，你天生神力，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了。 你总不能把我当做独孤前辈吧？哎，杨过啊杨过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用啊？雕兄长期伴随独孤前辈，瞧他铺着屈退间，隐隐然有武学家术，多半独孤前辈寄居荒谷，无聊之时，便当他做过招的对手。独孤前辈尸骨已朽，绝世武功变子淹没，但从雕兄的身上，或许还能寻到这位前辈大师的一些网烈遗风。 算起来，雕兄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武林高手了。如今雕兄不顾身份来教你练剑，你反而畏首畏尾，哎，你对得起雕兄的一番好意吗？雕兄，我们继续练剑。
雕兄，你陪我练了这许多天的剑，现在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是越来越顺手了。独孤前辈在石壁上写着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”这8个字，真是境界高深。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法，对手就越难以抵挡。没错，若无先前在古墓练功打下的基础，今日就算有所奇遇，也绝不能达到此境地。雕兄不会言语，他只是天生神力，又跟随独孤求败日久，经常会和他动手过招，记得了一些进退扑击的方法而已。但是归其原委，还是要多谢谢姑姑。可是姑姑，你又在哪儿呢？姑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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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了。姑姑，你别过来！怎么了？我不见了，你也不来找我，可见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姑姑，你误会了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无时无刻不在找你啊。那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要再说了，我对你失望透顶。姑姑，姑姑，你不要走！不要再说了，已经太晚了。我不会松手的，我不会让你离开过儿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能留得住我吗？姑姑，姑姑，姑姑去哪儿了？她一定是失踪了，我要去找她。雕兄啊，我姑姑失踪了，我必须要找到她，因为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等我找到她之后，再回来跟你学功夫，好不好？雕兄，我知道我辜负了你一片好意，但是我现在只能半途而废了。如果我找不到我姑姑的话，我想我没有半点心思再往下学功夫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要我跟你走？雕兄，又是蛇胆。雕兄，你每天这样帮我弄蛇胆，实在太辛苦了，不如你也来一颗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这些蛇的蛇身被利爪所伤，看来应该是雕兄所做的。可是这些蛇的样子也太奇怪了吧？雕兄啊，雕兄，你一定是吃多了这些怪蛇的蛇胆，所以呢，力气才变得这么大。看来我也得多吃一点，这样才配得上我手中的这把玄铁重剑。雕兄啊，外面下这么大雨，还要我练武啊？
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？哦，喂，雕兄啊，你带我来这里跟……哎呀！哎，雕兄啊，你要让我在这上面练剑吗？啊，原来独孤求败昔日美玉大人，便到这山洪之中练剑。好。我要修炼长线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找到爱的根源。你好。没想到在瀑布中练了半日，剑力竟会如此大进。像是那怪蛇的蛇胆，有强筋健骨的奇效，以致在不知不觉之间早已内力大增。此时于危急之际生发出来，才这般厉害。雕兄，你真不愧是我的良朋益友，一直在逼我练功，从来都没有松懈过。哈，嗨呀！雕兄，今天我在瀑布中领悟到不少顺刺、逆击、横削、倒劈的剑理，以此方法练剑，简直就是无坚不摧。其实剑用到这个程度上，有没有剑锋已经不再重要了。若不是这把比寻常剑重出数十倍的玄铁重剑，这门剑法根本就施展不出来。寻常宝剑，只要我手腕轻轻一抖，劲力未发，剑刃便会断掉。雕兄，再过数日，恐怕你就不是我的对手了。重剑的剑法已尽于此，不必再练。便剑魔复生，所能传授的剑术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将来内力日长，使木剑如使重剑，那剑法就成了。唉，若非独孤前辈留下这柄重剑，又若非大雕在旁引导，还给我服下了蛇胆，而内力大增的话，那么这套剑术世间已不可再见。独孤前辈全无凭借，居然能自行悟到这剑中的神妙境界，聪明才智实在是胜我百倍。想必姑姑见到我此刻的武功，不知道有多欢喜了。唉，不知道她此时身在何处，是否也望着明月，在挂念我。雕兄，没想到我终于练成了。不过呢，我虽然明白了剑术的治理，但枯守荒山又有何用啊？我现在的体内还有情花剧毒，万一哪一天突然发作，随时就会死啊！那么精妙的剑术岂非又归淹没？况且我在我死之前，必须要见我姑姑一面。我虽然武功比他高，但他力气不小，勉强纠缠下去，恐怕也讨不得好。不如先躲一阵子。对不起啊，兄弟，占了你的地盘，我一会儿就走啊。哦，
哎，这不是独孤老前辈留下的拜面书卷吗？余一生以为大仇得报，心中便无比畅快，哪知道失去的东西永远比眼前的珍贵。他越是不在了，我就越想他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忘了他曾经对我做过什么，我心里只有2个字：后悔。我常常在想，假如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饶了他。开脸啦！开脸啦！开脸啦！有没有开脸的？开脸啦！老婆婆，我明天要做新娘了，给我开个脸吧。快坐下。别动啊！好痛啊！好了，脚好了，痛过就漂亮了。每个女人一生都要开一次脸。老婆婆，你开脸的时候也痛吗？只有有福气的人才能开脸，我一个孤老婆子哪有这福气？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你年轻的时候就没遇到过一个你爱的人吗？有是有，只是怎么样？已经过去太久了，都快记不起来了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哎！姑娘，成了亲以后，要好好对你的丈夫。人这一辈子遇到一个真心的人不容易，要是辜负了，一辈子都回不来。谢谢婆婆，给你钱。好，慢走啊。嗯。老妹子，我有点喝多了，能借口水喝吗？谢谢。这开脸也是一门学问吧？有什么诀窍吗？这……别说了，我不想破坏你的规矩，毕竟是你吃饭的家伙。天快亮了，今天生意不太好做，我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。如果将来有机会，再告诉你。年龄大了，吃好喝好就行了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就像我，能忘记的都忘记了，只留下最好的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我总以为我跟何香的缘分已经结束，没想到临老了还能见面。我不怪他装死骗我，反而感激他没有让我内疚更久。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即使再不甘心，到头来还是无怨无悔。回到山洞后，我忽然变得开朗，
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活，至少我曾经在最美好的日子里遇见了最美好的他。与其遗恨终身，不如选择原谅。啊！别动！雕兄啊，别追了。你看，这是独孤前辈的遗言，他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。他曾经跟何香在一起的日子，是他一生感觉最美好的日子。虽然那个女人骗了他，他依然觉得无怨无悔。一个骗他的女人尚且如此，我姑姑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忍心撇开她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跟我姑姑在一起的日子，也是我一生当中感觉最快乐。雕兄，没想到你这里还藏着一坛美酒啊，还不够朋友了吧？哇，果然是好酒。我知道雕兄你是为我好，你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独孤前辈的武功，怕我喝酒乱性。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你帮过我，救过我。还教会我武功，我真有点舍不得你。雕兄，你也算得上是我的良朋知己了。今天，我们就一饮而尽，喝个痛快。嗯。雕兄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小弟今生是不能报答了。但是小弟在江湖上还有几桩恩怨未了，暂且分别，日后再见吧。这柄玄铁重剑，小弟借去一用。等我见到我姑姑，报了我的断臂之仇之后，我早晚会再回来。保重了。你看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就一直告白啊？还有卡子，是啊。郭芙这丫头自恃父亲是当代大侠，母亲是丐帮帮主，自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自小我寄居他家，不知受了他多少白眼，多少折辱。我谎言欺骗武氏兄弟，其实也是为了他好。倘若武氏兄弟中有一人为他而死，岂非是他的罪过？他趁我重病之际斩我一臂，此仇不报，非丈夫也。虽然我现在武功大进，又得玄铁重剑，但郭靖的武功实在非同小可。如果直接闯进去动手，只怕我是输多赢少。可千万不能白白的前来送死，枉自将性命送在这里。即使郭靖他不对我下杀手，却又何苦来要他饶命，自讨没趣？我还是先探听一下情况，再动手也不迟。靖哥哥，鲁长老已经说了，
虽然没有找到过儿，但是也没有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，你就别太担心了。都多长时间了，我能不担心吗？万一过儿有事的话，我……哎，他们夫妇相敬相爱，从来都没有吵过半句，可这时却如此的大声争执，难道又是为了我？你又何必如此生气呢？所谓关心则乱，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人到处查询，就算过儿有什么不测，我们也会知道的。况且，他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下，他虽然身受重伤，但也一定能逢凶化吉。我想他一定是藏起来，不愿意见我们罢了。不行，这次不管你再说什么，我都要亲自去找他。靖哥哥，你不可以离开襄阳城。靖哥哥，郭大侠，现在襄阳城的安危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。你若不在此处坐镇，万一蒙古大军突然来犯，那么襄阳城的百姓可就……可是到现在我连过儿的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心安呢？我真恨不得断手受苦的人是我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都怪福儿，要不是他闯下大祸，也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陆帮主，在，查到他的下落了吗？福儿，福儿，我们找寻了许久，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呀。蓉儿，我知道是你把福儿藏起来了，你去告诉他，他藏得了一时，藏不了一世。你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我哪有藏着他了？福儿砍下了过儿的一条手臂，怕你责骂，逃出去那么多天，也不知道躲在哪里，我都担心得要命呢。靖哥哥，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狠得下心呢？就算你气不过，那你就用降龙18掌打他几下屁股不就好了？还降龙18掌，我一掌下去他就没命了。那你是他的亲爹爹，你就不能下手轻些啊？为什么要轻一些？我们这么对不起过儿，我还不知怎么跟他赔罪呢。他从小争强好胜，现在少了一条手臂，武功尽失，以后只能任人欺负，要打要骂，无从反抗。就算他还活着，可这么被别人欺负，过不了几年也就郁郁而终了。就算我们把他接回家来，可他自觉废人一个，又怎么会开心呢？再加上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天天要欺负他的大小姐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福儿啊。过儿和李莫愁抢走了香儿，想要去绝情谷换取丹药解过儿身上的毒。福儿只不过是心疼妹妹，恼怒之下一时情急，也不是罪不可恕吧？你想想，李莫愁是什么人？江湖上1等1的高手都闻名丧胆，只可怜我那刚出世的香儿，还不到1个时辰，就落到这个女魔头的手里，也不知道此时还有没有命活。过儿他不是这种人。再说，他屡次3番救过我们，我们就算拿香儿一条命换他一条命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你情愿，我可不情愿。我要去把香儿找回来。找回来又能怎么样？又把她宠得像福儿一样无法无天，这样的女儿有还不如没有。福儿有什么不好？她不过是心疼妹妹，情急之下出手重些，那也是情理之常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等我找到福儿，我一定要给过儿一个交代。靖哥哥，靖哥哥，我这断臂之仇不能不报，但是他们说郭芙不在，难道他躲起来了？对，定是郭伯母包庇女儿，我只要盯着她，还怕你郭芙躲到天上去吗？娘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郭芙真的被黄蓉藏起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也不知道带点熏蚊子的檀香过来啊？还檀香呢？你以为这是家里啊？有蚊子自己打死不就好了？对了，娘，爹他还在生气吗？
我真不明白我爹他为什么还在生气。我到底要在这个鬼地方住多久，我才能回家呀？只要顾儿一直没有消息，你就不要打算回家。还有，万一顾儿他有什么不测，你爹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砍他手臂的，是他先诽谤我，又抢走了香儿，他还打我。现在他一句话不说就走了，难道他以后的安危都要我来负责啊？其实，就算那天我没有砍他的手臂，像他那样的性格，早晚都会出事的。他的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大言不惭的死丫头，还不知道悔改！靖哥哥，你还说没把他藏起来？我真的没有。我不想听。福儿，爹平时是怎么教你做人的？你躲在这儿逃避责任，这有用吗？跟我回去。娘，走吧。他们如此护着郭府，我想下手倒也着实不易。但任你们武功再高，也别想救得了他。杨叔父，我对不起你们杨家。想当初我没有教导好康帝，令他贪图荣华富贵，误入歧途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的遗腹子过儿，可万万没想到，我不但没有照顾好他，还让我那不孝女伤之残废。杨叔父，我对不起你们杨家，对不起。你是对不起我们杨家，可你再哭又能如何？能把我死去的爹爹哭活吗？能把我失去的手臂哭回来吗？谁啊？是爹。爹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爹，您别再生女儿的气了。福儿，你一向娇生惯养，一段时间在外面不习惯了吧？嗯。你已经长大了。什么事情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爹娘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。爹，您还生女儿的气吗？爹没有生你的气，爹是为你痛心。福儿，人生在世一定要光明磊落，一要无愧于天地，二要无愧于良心。我平时管教你虽然有些严厉，但是我疼爱你的心和你娘是一样的。女儿知道，女儿知道，平时自己行事鲁莽，经常会惹爹生气。女儿也知道，这次把杨大哥的手臂砍下来不应该。可是爹，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爹，您就不要生我的气了吗？福儿，顾儿他祖父铁心公和你祖父是异姓兄弟，而他爹和你爹也有金兰之意，你是知道的。女儿知道。顾儿虽然行事有些任性，但生就一副侠义心肠，屡次三番不顾个人安危救你爹娘还有你，而且年纪轻轻为了苍生百姓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这你也是知道的。可有件事你不知道，爹今天告诉你。
故儿他爹当年就是因为一念之差酿成大祸，而我这个做兄长的没有好好劝劝他，最后他惨死在嘉兴的铁枪庙之中。虽然他的死不是你娘亲手造成的，但说到底，他的死也是因为你娘。所以我们欠杨家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我想把你许配给过儿，来弥补我们的过失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爹，杨过他抢走了仙儿，又说一些胡言乱语的话来败坏女儿的名声。虽然他杨家跟咱们家有许多瓜葛，但女儿也不能任由他欺负，不能反抗啊！还要狡辩？明明是你砍了他手臂，他怎么欺负你了？他武功高你10倍，要是真的想欺负你的话，你10条手臂都被砍下来了。那我现在砍都砍了嘛，大不了我下次见他的时候，我跟他道歉好了。道歉？你早应该跟他道歉的。那把剑呢？剑呢？把左手伸出来。你砍了孤儿一条手臂，爹砍你左手作为补偿。爹一生正直，绝对不会偏袒自己女儿的。爹，我求求你不要把女儿的手臂砍下来，你不要砍我的手臂。那你砍孤儿手臂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的痛苦？爹，女儿知道错了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。爹也舍不得，但是你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我要是不重惩你的话，怎么对得起过儿？现在过儿断了一条手臂，生死未卜，我真恨不得砍下自己的手臂来代替他。爹，郭伯伯当真要砍，我要不要下去阻止，叫他饶了郭父？蓉儿，你快走啊！快走啊！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蓉儿，你不能放走他。靖哥哥，你就饶了福儿吧。绝对不行，我也疼爱他，但他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我要是不重罚的话，怎么对得起过儿？你就知道关心过儿，就没有想过你的破虏吗？你。蓉儿，靖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靖哥哥，暂时委屈你们父子俩相依为命。2个时辰之后，你的穴道自会解开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待我送福儿出城之后，我便亲自回来炒几个小菜，敬你3碗，向你赔罪。你一生体谅蓉儿的次数多了，再多这一次也不打紧啊。此时动手，郭父万难抵挡，但他一家吵得天翻地覆，都是因我而起。此时乘人之危，却又怎能让我下得去手？娘，福儿，你打算去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这么晚了，襄阳城门肯定都关了，而且我没有令牌，恐怕也出不去啊。我真的是把你宠坏了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跟个草包一样。娘能管得了你一时，还能管你一辈子啊？娘，好了好了，我从你爹那里拿了吕大人的令牌，赶紧走吧。来。太
面来啦！两位，您的面，慢用。快吃吧。娘，女儿不想一个人回桃花岛。那你是不是想回襄阳城，让你爹把你的手臂砍下来？我知道错了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会一气之下把杨大哥的手砍下来了。你知道错了就好。娘送你也就只能送到这儿了，以后路上自己多加小心。吃饭吧。娘，你就陪我一块儿回桃花岛好不好？我说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怎么不知道动动脑筋呢？啊！一来娘要陪你爹守襄阳，这二来你妹妹还没有找到，娘怎么可能陪你回桃花岛？你爹向来最听你柯公公的话，你还是赶紧回桃花岛求柯公公，向你爹求个情，或许这事情还有转机，啊！对呀，我可以找柯公公求情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快吃吧，还要赶路呢。娘，这面太粗了，我吃不下。这如今兵荒马乱的，粮食短缺。再说了，这后面的路上还不知道有没有食店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，快吃。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自己吃吧，娘出去给你找点水果干粮，好让你路上带着。你这个丫头！卖梨嘞，又甜又脆的大雪梨，卖梨嘞！老板，哎，这梨怎么卖啊？这梨呀，便宜，8文钱一斤。来，称点吧。好。今年这梨呀，是又甜又水亮，保管您满意。哎，这世界真奇怪了，连道姑都生孩子了。嘿，麻烦你给我一个笔。好。那张裹孩子的襁褓被，不是香儿的吗？这个人一定是李莫愁，他抱着的那个一定是香儿。香儿寄入他手，此人阴毒绝伦，如强行抢夺，他必伤孩子性命。他是过儿的师伯，虽说他们相互不睦，但福儿伤了过儿的手臂，他们古墓派和我郭家已经结了深仇。倘若过儿和龙姑娘都在前面相候，我以1敌3，万难取胜，只有及早出手，方是上策。真乖。身后的朋友请现身，不必鬼鬼祟祟。赤练仙子李莫愁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黄蓉，给李道长请安。原来是郭夫人，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有幸得见芳容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李道长太客气了，论美貌，论智慧，道长远胜小妹。小妹实在是相形见绌啊！郭夫人实在是太过奖了。论相形见绌的，应该是贫道才是。李道长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哎，道长怀里的婴儿长得机灵可爱，不知道是哪家人家的呢？提起来实在是惭愧，
贫道古墓派师门不幸，这个女婴的生母，正是我的师妹。龙姑娘云英未嫁，又怎么会有个私生女？小香儿明明是我的女儿，她竟然在我面前说谎，到底有何居心？毕派的丑事，让郭夫人见笑了。想不到龙姑娘居然有这么个私生女。那她的生父是什么人呢？说起此人，更是令我不齿。这女婴的生父，正是我师妹的徒弟杨过。岂有此理！你说我女儿是私生女就算了，如今你竟然说她生父是杨过，这不是诚心当面羞辱我吗？想不到他们师徒二人，居然做出这等丑事，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。总之是师门不幸。不过这个孩子倒是长得很可爱，又讨人喜欢。你瞧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李道长，可否让我抱抱？好。他如只是喜爱小儿，随手抱他一抱，何必如此心神震荡？此中必定有诈。郭夫人，你应该不只是想抱抱这个女婴这么简单吧？李道长，你太小气了。我只是觉得这个孩子可爱，想抱抱而已，与你又没有什么损失。你该不会是想帮杨过那小子把这孩子抢回去吧？哼，李道长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孩子可爱，想抱抱，你未免也太多心了。郭大侠夫妇名震江湖，贫道钦佩不已。今日有幸得见郭夫人风采，无怨足矣。贫道还有事在身，就先走一步了。李道长，你还不能走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今日也是初次见面，我对你说话客客气气，你又何必非要动手呢？你要真是想考验贫道的功夫，为何非要选择今天呢？如果大家动起手来，岂不是伤及这可爱的女婴？他是当真不知道这是我的女儿，还是假装？须得再试他一试。李道长，因为这个女婴，我已经让了你好几招了。如果你再不把她放下，莫怪我诛下无情。到时候我可顾不了她的死活。郭夫人，枉你盛传侠名，今天竟然对一个小小的女婴也施毒手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卑鄙了？你出力保护我的女儿，我偏要棒打亲你，吓一吓。香儿不要哭，娘这样是为了救你，你暂时委屈一下。李道长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女婴有辱师门？那你为何留她在世上？不如让小妹送她走吧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当今世上女中豪杰就只有李道长和我，今天我们有缘相逢，何不分个高低呢？你有心赐教，小妹求之不得，但是你朝朝攻向我怀中的婴儿，这实在是让我瞧不起。江湖上多称郭靖夫妇仁义过人，但今天我瞧见你对一个婴儿也如此残忍，可见传闻言过其实。江湖传闻，赤练仙子李莫愁是一个杀人不眨眼、心狠手辣的女魔头。今日怎么会对这个婴儿爱护有加，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。这不知道的人，还会以为这个孩子他是你的。你以为他是我什么人？李道长是出家人，当然不会生儿育女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别人会以为这孩子是你的小妹妹，你又想到哪里去了？闲话少说，请出诏。等等，你刚才说的没错，你怀中抱着婴儿，自然不能招数用尽。不如这样吧，你把这个婴儿放在那棵大树的下面，然后我们再痛痛快快的比武，这样就不会伤到这个婴儿。李道长意下如何？好。你乖乖在这儿等，
我把那个女人打发走，就会来抱你。瞧这女魔头的神情，对我香儿居然甚为爱惜。香儿在她手中，纵然一时抢不回来，也无大碍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